哥，那份邀请函你拿回去，我不会去参加孔小姐的生日宴的。战浩宇拿起了那份邀请函，说道：你这样子的确不方便过去，那我拿去给老九，让老九过去露露面，知道我们战家有代表参加就行。战月连连点头，老九还没有目标，让老九过去最合适。虽然老九比孔小姐小了一点，也就是差了1岁，女方大1岁无所谓的。九少，我不喜欢姐弟恋，亲哥哥太坑了，他们不想出席孔小姐的生日宴，就推给他，欺负他年纪最小。兄弟俩聊了一会儿，战浩宇便走了。与此同时的曾家住着的是一栋5层高的自建房，街边1线房。1楼是商铺，曾家没有出租，而是自家人用来当小诊所。附近的人有点头痛脑热，都是来曾家诊所看病。曾家诊所收费不贵，一家子都是医生，看病很仔细，态度又好，很多人只要不舒服了都会来曾家诊所。除非是大病，曾家诊所建议病人去大医院，否则病人都不会去医院。只要知道曾家诊所的，都很信任他们家的医术。曾家周围有不少的小区，这条街道的人流量是很大的。曾小雅刚帮一位病人抓好药，又进来一个人。不过那个人不是来看病的，而是手抱着鲜花进来，是他的学长林健。曾二叔、二婶好。林健进来，先和坐诊的曾二叔夫妻俩打招呼。曾二叔从医院辞职出来后，就回家里开了诊所，他老婆帮忙抓药。因为曾家人都是住在这一栋楼里，曾小雅晚上才上班，早上诊所这里太忙，她便下楼帮忙。现在来看病的病患少了点，她正准备抓完这个病人的药，她就上楼休息的了，没想到林健就来了。林健来了呀，你真是……曾二叔看到林健抱着花束，眼睛一亮，不错呀，小子终于行动了。林健和曾小雅同读一所医科大学，他比曾小雅高2届，是曾小雅的学长，也是自己开诊所的，距离曾家诊所车程10分钟。他经常来曾家诊所，闲时就向曾二叔请教医术。曾家诊所很忙的话，他还会帮忙看病抓药。对曾小雅那是司马昭之心，人尽皆知，只是还没有正式表白，因为曾小雅对他淡淡的，林健就不敢贸然表白。在曾家人这里刷了2年的存在感，他决定向曾小雅表白。也是听说曾小雅有同学跟他同一家医院上班，对方对曾小雅有好感，担心曾小雅被别人抢了去，有了危机感。林健脸有点红，他身高1.73米，在男人堆中属于中等身材，微胖，长相也普通，不过脾性不错，家庭条件就没有曾小雅好。林健的父母务农，他会学医是因为他小时候父亲生病了，他见父亲难受，就下决心学医。毕业后也在医院干过一段时间，后来还是决定自己开诊所。开诊所的钱还是跟他大哥借的，现在当然还清了债务。在管城某个小区全款买了一套房，全款买了一辆30多万的车，银行也有点存款。从一无所有奋斗到现在有房有车有存款，很优秀了。曾二叔就挺欣赏林健的，只是自家侄女对林健淡淡的，只有校友之意，曾二叔就不好说什么了。小雅很敬重他这个二叔，他也终究是当叔叔的，父母兄嫂尚在，还轮不到他这个当二叔的替侄女做主。小雅，林健在曾二叔眼神的鼓励下，走到曾小雅的对面，将那束鲜花递给曾小雅，是一束红玫瑰。小雅，我喜欢你。林健鼓起勇气将自己对曾小雅的喜欢说出口。曾小雅没有接那束花，她歉意的道：学长，对不起，我对你没有男女之情，你是我的学长，我把你当成哥哥看待。谢谢学长的厚爱，学长，我今晚要上晚班，需要休息了，我先上楼。说着，曾小雅绕出柜台，对二叔二婶说道：二叔二婶，我上楼休息了。小雅，
林健转身连声叫着曾小雅，还抱着花束追上前去。但是曾小雅走得很快，他追过去时，曾小雅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他的眼前。楼上是曾家人住的地方，并非诊所范围了。未经主人家同意及邀请，林健又不敢自己闯上楼去。他站在楼梯口，神情失落。小雅对他没有男女之情，他感受得到的，但感情是可以培养的。只要曾小雅肯给他机会，他们能培养出感情来。可是小雅不肯给他这个机会。曾二叔走过来，拍了拍林健的肩膀，安慰的道：“别灰心，这才开始呢，刚开始。小雅不接受你是很正常的，只要你不灰心，不放弃，用真心去打动小雅，总有一天能抱得美人归。林健，二叔是很看好你的。”林健时不时就向他请教医术，他指点过一二。可以说两人有师生情谊，一个是自己的亲侄女，一个是自己欣赏有师生情谊的后生仔。曾二叔不偏不倚，除了鼓励林健不要灰心之外，倒是不会帮着林健追求自己的侄女。谢谢二叔，我不会灰心的，我喜欢小雅，会一直追求她，对她好。现在她不接受我的感情，那是我做的还不够好。林健虽失落，却不放弃。曾小雅是他认识的所有女孩子之中最适合他的了。曾家又是医学世家，家里人都是医生，条件也很好，比他林家好太多。虽然他现在有房有车有存款，跟曾家无法比。要是他能娶到曾小雅，他可以说少奋斗10年。他老家人也能通过曾家的人脉进城来发展，特别是他的侄儿女也学医。侄儿女是想进大医院上班的，若是他娶了曾小雅，以曾家在医学界的人脉及地位，他的侄儿女的前程就有了。兄嫂当初借钱给他开诊所，帮了他那么多，他总要帮兄嫂一把的，就是安排好侄儿女们的前程。除了看重曾小雅的家世，林健也是真的喜欢曾小雅，真心希望能和曾小雅组建一个家庭，白头到老。曾二叔说到，小雅刚调进中心医院，她工作很忙，想来还没有心思考虑人生大事。反正她还单着，你还是有机会的，二叔支持你。曾二婶不说话，林健是在他们面前刷了2年的存在感。这个年轻人也不错，但他的原生家庭，曾二婶却不看好。一大家子就只有林健有出息，他是要帮扶他的原生家庭的。哥哥以及妹妹林健都要帮扶。曾二叔是个大男人，心思没有女人那么的细腻，他只觉得林健不错，没有家世背景，在大城市站稳了脚，凭着自己的努力全款买了房买了车，还略有存款，已经打败很多年轻人了。他看中的是林健这个人，没有考虑林健背后的原生家庭。曾家的兄弟姐妹手足情深，谁家有点事，大家都会帮忙。就算偶尔听林健说要帮哥哥和妹妹，曾二叔也觉得正常，因为他们家的兄弟姐妹就是这样，你帮我，我帮你的。谢谢二叔。林健将花束放在药柜台的一角，然后走进了柜台里，帮着二婶给病人抓药。林健，你自己的诊所也开着，这里我能忙得过来，你快回去打理你自己的诊所吧，别病人去看病找不到你这个医生。曾二婶让林健回去，不用在这里帮忙了。林健说道，没事，我暂时关了门的，等会儿再回去也不迟，二叔这里病人多，二婶一个人抓药有点累，我帮帮忙，等会儿就能留在曾家吃饭，还能再看到曾小雅。曾家说分家又大家住在一栋楼里，说不分家吧，又各自为政，他们在外面也都买有房子。不过这栋楼是曾小雅的爷爷奶奶建的，大家对这里有感情，平时都是住在这里，一个小家住1层楼。吃饭的时候却是一大家子一起吃饭，大家都是医生，没有时间做饭，家里请了一位做饭阿姨，所以就是一大家子吃饭省事。2楼是曾爷爷奶奶住，
还有请回来做饭的阿姨，然后厨房和饭厅都在2楼。林健这2年经常过来刷存在感，有时候帮忙到饭点了，曾二叔哪能不请他上楼一起吃饭？他在曾家蹭饭吃也是常态。刚才小雅帮忙抓药看病，现在人不多，我也不算忙，你还是回去吧。曾二婶话里话外都在赶林健走。林健听出来了，猜到二婶有可能是想和二叔讨论一下他向小雅告白的事。他笑了笑，说道：“那我帮二婶抓完这个病人的药就回去了。”此刻的二婶的确是不忙，她看着二叔写的药单，给病人抓了药。等病人支付了医药费后，她才走出来。快到饭点了，要不留下来吃饭？曾二叔随口说了句：“才11点，离吃饭还早着呢。”曾二婶接过话来。曾二叔看向自家老妻，被老婆瞪了2眼，他就不敢再挽留林健吃饭了。是还早着，我平时都12点过后才吃饭。二叔，我先回去，诊所不能老关门。回去吧，好好经营你的诊所，也不要忘记你学医的初心。曾二叔这是提醒林健不要赚黑心钱，他们学医是救死护伤，不是赚黑心钱的。林健笑着：“二叔，我不会的。”他走到药柜台的角落去，抱起了买过来的那束玫瑰花，又一次向曾二叔夫妻俩说再见，这才离开。等到林健开车走了，来看病的病人曾二叔都看过了，他起身过去帮着老七一起抓药。你今天对林健的态度不太友好呀。曾二叔说着老七，他终于鼓起勇气向小雅表白，开始追求小雅了，不好吗？这个年轻人我是挺看好的，咱们是没有女儿，只有2个臭小子，若有女儿的话，我都想让林健给咱们当女婿呢。曾二婶说道：“你眼睛又不瞎。”小雅对林健没有男女之情，她只把林健当哥哥看待，他是他的学长。林健这2年经常来我们家刷存在感，小雅又不笨，哪有不知道他的想法？但小雅一直对他淡淡的，只要他来了，小雅都是找借口避开。若能爱，早已爱，2年都是这样，说明你的侄女不喜欢他。小雅为什么不喜欢林健？林健挺好的呀，他医术不错，经营的诊所略输于我们，却比其他小诊所好多了。凭着自己的努力，在管城市区里全款买房买车，很有本事了，好不好？虽然不能和我们家相比，他却打败了很多年轻人，咱们家又不想攀豪门大族。曾二叔继续说道：“就是豪门大族我都不看好的，除非像首富战家那样好家风的豪门。林健就是颜值不高，身高也不高，但也不算矮啊。他这2年长胖了点，要是他减肥，减掉10几斤，人就显得高一点的了。”曾二婶说道：“你只看林健这个人，都不看看他的原生家庭，一大家子就供出了他一个人，他是最有出息的，父母靠他养着，又没有退休金，哥哥和妹妹也要帮扶，侄儿女以及外甥女还时不时需要他这个当叔叔舅舅的帮忙，等于是一大家子都靠他的。咱们家虽然不是豪门大族，可是我们家的条件也打败了不少家庭的。婚姻自古以来讲究门当户对，林健家跟我们家就不是门当户对。小雅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是你的侄女儿，与我没有半点血缘关系，却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早就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。反正我是不赞成她和林健在一起，你这个亲叔叔就别凑热闹了。曾二叔兄弟姐妹之间相互帮忙很正常，遇到困难时相互帮一帮是很正常，但也要有限度呀。你不信我说的话，你悄悄去打听一下林健的家人情况，看看林健是不是你侄女的好归宿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小雅不喜欢他。曾二叔不说话了，好一会儿他说道：“小雅3年前被初恋男友分手后，似乎就对感情死了心，对年轻男性都是淡淡的，他那个初恋比林健还不如呢。”